新闻大白话，那么这期要带大家来看看俄乌战争的最新状况。我们先带大家来看，这俄乌战争会不会再升级呢？尤其俄罗斯已经朝乌克兰发射真果树飞弹，普京说将在战斗的情况下进行更多的测试。俄罗斯总统普京呢对乌克兰发射极音速的真果树导弹飞弹之后，普京说在莫斯科的战斗条件之下，将对这种飞弹进行更多的测试。暗示着俄罗斯可能还会搭载核弹头，但这一句话一出来的时候，大家就很紧张了，会不会整个乌俄战争上升成为核战等级呢？普京也下令大量生产这种10马赫的飞弹，还表示俄罗斯正在发展类似的先进武器系统。而普京现在也警告了考虑打击援乌武器的国家，因为普京要谴责乌克兰使用美国的 ATACMS 和英国的巡弋飞弹暴风影，对俄罗斯领土发动了2次袭击。从这些飞弹射向俄罗斯的那一刻起，西方跟乌克兰挑起的冲突便已经变成了全球冲突的因素。那么现在基辅也证实了，俄罗斯使用新型的中程导弹飞弹攻击乌克兰的城市，速度是不低于11马赫。那么雪松飞弹系统是俄罗斯开发的新一代洲际弹道飞弹，那么采用固体燃料，具有机动跟这个警射部署的功能，即将取代俄罗斯战略火箭军现有的洲际弹道飞弹。那么现在呢，就连奥班都警告了西方一定要认真对待普京的讲话，因为奥地利总理他现在也很紧张。而现在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则说，乌克兰要开始跟合作伙伴就一个新的防空系统举行会议。不难看出，现在乌克兰也开始紧张了。而现在美国本土会不会也有危险呢？因为五角大厦就说了，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的弹道飞弹，其实呢，它在发射之前有跟美国先做出预先的通知。那么，美国国防部的副发言人辛格就说了，这届的政府会认真看待俄罗斯的言行。任内呢，美国的重点还是继续为乌克兰提供一些所需要的支持。那么专家说，真数能给欧洲任何一个目标致命一击，而且这个甚至能够飞到美国，因为真数导弹的射程可达到5000公里，这说明它可以给西欧任何一个目标致命一击。如果把它部署在俄罗斯的东部，那么最远还可以打到美国的西海岸。那么现在就有观察者的报道指出，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分析师就说了，现在的拜登就像一个自杀式的炸弹袭击者。那么因为他要卸任了嘛，那么他也不管了，他就直接在俄乌冲突升级加柴火，就是为了要让下一任的川普难堪。反正2个月后他就拍拍屁股走人了，跟他没有关系。但学者说，距离任期结束还有2个月，所以拜登也加紧这个时候再扶泽伦斯基一把，但是也有可能更快的把他给送走。那么现在俄罗斯当然也有合作伙伴了，那么就是北朝鲜，也就是所谓的北韩。南韩说俄罗斯提供防空飞弹换取北韩派兵打乌克兰，俄罗斯提供给北韩的防空飞弹与装备换取这个平壤帮莫斯科去这个乌克兰战场上来打的兵员。美国国防部长也说了，北韩军队很快将投入乌克兰的战斗。他们算一算，大约有1万名的驻扎库斯克的北韩军人已经被整合到俄罗斯的编队里，所以很快就会投入乌克兰的作战当中。北韩投入了乌克兰的战争，俄罗斯传出有100万桶的石油作为回报。那么呢，自从今年3月起，俄罗斯已经向北韩供应超过100万桶的石油了。这些石油是从平壤向莫斯科提供武器和派出军队的回报。那所以现在日韩防长就谴责北韩的飞弹威胁啦、飞弹威胁，协调年底要访韩抵制北韩跟俄国合作。日本防卫省跟南韩国防部指出，双方强烈谴责跟北韩间的军事合作，并共同认知到北韩提升飞弹能力的严峻安保环境之下，日韩将以这个美韩3国密切合作至关重要。双方一致确认将持续的来发展安保的合作关系。我们先来请教一下韩明哥，你怎么看这个真果树飞弹真的会让整个乌俄战争再度升级吗？其实一开始乌克兰说他们发射的是洲际弹道导弹，那时候我就讲说，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如果不装核弹头，那它跟一般常规飞弹也差不了多少，只是比较难拦截，因为它速度很快，然后它有分导弹头可以打，那它浪费这个东西干嘛？完全没意义啊！那当然你用 ICBM 的话，就等于是在告诉大家说，就是我这一次不装那个核弹头，我下次可能就会装。所以我那时候就会怀疑，
普丁干嘛这样做？结果后来普丁出来证实了，他发射根本不是 ICBM， 他发射的是这个中程的这个高超音速的弹道导飞弹。那这一个其实是他们还在测试当中的飞弹，其实还没有大量生产。那现在普丁显然是对他的战果很满意，所以就特别出来讲。那未来它能够生产多少？以俄罗斯目前的，因为俄罗斯目前军工因为俄乌战争的关系开始全面在启动，所以未来如果普丁真的下令的话，可能很快，可能半年左右，它慢慢陆续就开始量产出来。那当然对未来的乌克兰的防空会造成非常大的威胁，因为这个东西以目前英美所提供的所有的防空系统，你都不可能拦截，因为它是超过10倍音速，你根本没办法拦截。那可是问题是战争还会打那么久吗？重点是在这里，因为拜登现在当然就是反正他剩1个多月，他就要再见，所以我现在就管你的，我一定要把这个战争不管怎么样都拖到我卸任为止，因为这个失败不能够在他任内发生，他要的就是这样。那至于说你川普上台你要怎么解决，那是你家的事。那对川普来讲也很头痛，因为他本来的宣称是24小时，对他当选哦，不是他就任哦，他当选24小时就要结束，结果不可能结束。那现在看起来，就算他就任24小时，恐怕也没办法结束，因为俄罗斯现在在战场上是占据优势嘛。那我占据优势的话，除非你能够给我满意的好处，不然的话，我为什么要停下来？我就继续打。那请问一下，川普，你到底要怎么结束这个问题？这个对川普来讲非常非常头痛。但是呢，其实你们今天这一篇呢，不管是讲这个飞弹也好，或是后面北韩也好，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乌克兰媒体天天在胡说八道。乌克兰媒体先告诉我们说这是 ICBM 啊，结果根本不是啊，而且人家还事先通知过俄罗斯，所以你乌克兰明知道这件事，你为什么要故意讲？所以乌克兰现在千方百计就想把别人跟着一起拉入战争当中。那同样的，乌克兰之前媒体不是告诉说北韩的军队早就跟他们交战了吗？不是说北韩军队还被他们俘虏了吗？对，不是说过几天就要让他们亮相了吗？结果呢，现在奥斯汀告诉你什么？可能快要打，他可能快要进去打仗，根本还没开始，所以人家根本都还没有投入战场嘛。那你乌克兰就讲的跟真的一样，所以你就会发觉乌克兰在干什么？乌克兰处心积虑的想要把欧洲这些国家全部拉进来，就一直不断的在渲染，告诉你北韩也参战啊，俄罗斯很危险啊，他动用这个洲际弹道导弹啊，你们全部都会完蛋啊。甚至呢，他们之前那个前总司令现在卸任了嘛，他前2天才在讲，他在一篇演讲有讲说，第3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了，说现在就是第3次世界大战，所以我觉得乌克兰当然合情合理啦，他必须要欧洲这些国家加入，他才能赢。但是你觉得欧洲这些国家真的是傻瓜吗？他们看不出来现在整个局势是什么吗？我认为乌克兰的情况只有更恶化下去而已。那川普恐怕上来也没有办法很快解决。好，那我们要问一下厉将军，这个俄罗斯跟北朝鲜现在的合作越来越密切了，这个北韩兵甚至还可以去换到一些石油。其实我再把这真果树飞弹讲一下，因为这很可能引发第3次世界大战，也有可能会引爆核子战争。我个人来讲是抱着比较忧虑的观点来看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那天有个很诡异的场面，就是俄罗斯的发言人扎哈罗娃在发言的时候，他接到电话，那他正要讲这件事情，然后突然上司突然打电话来讲，叫他封口令，叫他不要讲。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动作。那我以军事的观点，我们先来看这颗飞弹真果树飞弹。其实之前在讲前一天来讲，我已经在 X 平台上面看到，他们传说来俄罗斯要打的是 RS-26，那是那颗就是洲际弹道导弹，它的射程有6000公里，里面有6颗分装弹头那6000公里来讲，你要知道，为什么扎哈罗娃那天会接到这个电话呢？因为美国跟俄罗斯他们有一个中导条约，就是双方限制我们的武器不要超过5500公里，因为5500公里就互相打到对方的国土，所以这方面他们采取了一个，就是说我们不要发展这种武器。那已经有了，你就已经有了。如果说你还没有发展，你就不要再发展。所以美俄2国都没有发展这种武器。好，那接下来是这颗导弹到底是什么导弹？那突然普京说，这颗是真果树，是我们新研发的。但是你看看下面，各位可以看一下，我们下面左下角有这张照片。这张照片，这颗飞弹就是 RS-26的导弹那我们可以说，这个可能是这个就普京
他是不是用另外一种说法？就像是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比喻，就像是我们房东跟房客说是8000房租，然后那个人说我不是8000房租，因为我只付6000块，所以我不是8000房租。意思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我现在来讲，我这没有打到6000公里，我只打5500，我符合我美国跟俄国的中程弹道条约，我没有超过5000公里。可是它发射地点在什么地方呢？它发射地点是在大家可以看，它在里海边上发射，里海边是俄罗斯最等于是最东边的一个州份哈，叫阿斯特拉罕州，它是在里海边上。那打什么地方？打到这个乌克兰的第聂伯罗这个地方，那这个距离超过4000公里了。那你说4000公里跟6000公里只是距离的差别，那有没有是不是核导弹，或者是不是所谓的洲际导弹？我觉得意义不大。差2000公里，我觉得意义不大哈，因为这4000公里，它如果说是摆在俄罗斯的东边的本土来讲的话，它一样可以打到这个欧洲的每一个国家，它这个射程足以打到。第二个，如果它摆在这个西伯利亚的话，越过北极来讲，也可以打到美国的本土。所以我们经常讲威慑，我们军理上面讲威慑有2个定义，威慑叫什么？就是说，第一个我有这个武器，然后我也会使用。这叫威慑。现在普京展示的这种叫核威慑，为什么？就是说他真的有展示出来，他真的有这种家伙在，他可以打4000公里，到底是4000还是6000，我们不晓得哈。他说我只打4000，但是是不是真的是只有4000？如果 RS-26 来讲的话，它就可以打6000。第二个，它这个里面有6颗分导弹头，那我们看到它落下来的速度确实是达到11马赫。然后爱国者3号的速度来讲只有5马赫，也就是说你拿一台这个 BMW 车子是很好没错，但你拿一台 BMW 车子你要去拦截一辆兰博基尼的话，你还是拦截不到。这道理就是这种道理嘛，就是它的速度快到你就是爱国者3号，你萨德系统你也不见得拦截得到。那现在来讲的话，就是俄罗斯普京他这种威慑系统会不会对美国或者是法国、德国这一些北约国家会不会产生威慑效果？其实我们有在观察了，或许它真的可以产生威慑效果，因为它真的打得到，只是它要不要打而已。了解。那我们来问一下左教授，这个川普在明年的1月，大概短短不到2个月的时间就要就任了。拜登现在在最后的2个月，有人说他已经把油门催下去了，想要再帮泽连斯基一把，您怎么看呢？好。首先哈，我觉得 CNN 的报道很有趣啊。他说，不只是说这个俄罗斯有事先通知美国说要发射这个飞弹，所以美国才有所谓撤离大使馆撤离人员这个事情嘛，警告说即将有重大的空袭。甚至这个 CNN 的报道还说啊，双方其实讨论了好长一段时间。也就是说，如果美国要提高，就是说要允许乌克兰把他的这个美国所提供给他的武器飞弹发射到俄罗斯境内的话，那俄罗斯会怎么样回应？俄罗斯要采取什么样反制措施？双方已经讨论了好长一段时间，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措施是一个有步骤的去升高。因为这个现在就是说，对于美国跟这个欧洲北约国家来讲，它最大的一个挑战是说，它是没有办法用现在的防空系统去拦截它的。那它又是多个弹头的，所以它当然现在只是告诉你说，它还有没有使用的武器。那么一旦如果这个欧洲或者美国提高对乌克兰的援助，提高对乌克兰的这个军事的投入，那么它就还有后面的武器会出来。我认为这是他最主要讲的事情。那当然，这个也就要回到，就是说，大家也现在就是检讨说，那为什么拜登要在这个时候去放宽这个限制呢？因为其实乌克兰已经提出这个要求很久了，但是因为之前在选举期间，拜登不愿意让这个事态升高，现在选完了，好了，做这个事情。当然有人去解释说，是不是因为肖兹给这个普京打了电话，所以呢，拜登要强调展现说他是坚定的支持泽伦斯基的，他不像肖兹一样跟这个普京通电话，然后呢软化对普京孤立的这样子一个做法。可是呢，有另外一个人就说不对，应该是针对北韩。事实上也是，因为其实现在乌克兰能够使用的这个武器啊，如果美国允许它打到这个俄罗斯境内，主要能够打到的是在库尔斯克这个地方，那当然就是针对在这个地方驻守的北韩的部队嘛。所以看起来他的这个行动是针对北韩了。现在北韩的问题也就变大家都在讨论的部分，比如像
乌克兰最近又出来了，他说你看这个俄罗斯今年以来针对乌克兰所发射的这个194枚飞弹里头，有60枚左右是来自北韩的。哦，他说，然后甚至现在还说，你看北韩不只是北韩的飞弹哦，他说它里头用的一些电路板啊什么，还是从西方来的。哦，所以现在大概就是北韩成为双方一个讨论的焦点了。当然，一方面是说要西方提醒到说这个战事好像有升高的态势，但另一方面，我觉得也是在找战犯嘛，就是谁让这个北韩的这个飞弹进入到俄罗斯里头，谁去支持了这些所谓使用西方电路板的这个飞弹能够打到这个乌克兰境内来。我觉得现在大家就在这些问题上在琢磨了，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个战场看起来现在对乌克兰是越来越不利嘛。那所以大家现在只好找出一个原因说，那这个到底问题出在哪里？谁要承担这个责任？很显然，拜登是不会承担这个责任的啦。那当然，下一步当然就是看说能不能大家能够找到一个方法来让北韩能够后退。可是北韩金正恩最近才讲了，他说他不会想要跟美国谈判，他说他已经用尽所有的方法在跟美国接触，可是美国还是这么有侵略性啊。那所以北韩没有兴趣跟美国谈判。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回来带您继续讨论。欢迎持续回到新闻大白话，但我们要带你来看到的是，现在在欧洲的希望是不是已经破灭了呢？那么瑞典的电池厂 Northvolt 申请破产，重创了欧洲电动车的雄心。瑞典电动车的电池制造商今天就表示了，已经在美国申请破产保护，这对欧洲寄望这家最具潜力发展的电池制造商能够减少西方车厂对于中国竞争对手的依赖，造成了莫大的打击。而这家公司的执行长卡尔森也在隔天宣布，他将请辞，转任资深顾问。随着瑞典电池大厂的破产，现金只够营运1个星期，现在全球有6000多名员工可能都会没有工作了。那么其实 Northvolt 呢，在向休斯顿的美国破产法院提交破产的申请书里面就有讲到，它的流动性状况已经非常的严峻了。那么他们在加州有业务，大概拥有了3000万美金的现金，但是只能够撑1个星期，而且已经负债58亿美元了。只是现在大陆的农产跟电动车都已经压制欧美了吗？你可以看到中国大陆向巴西的高粱敞开大门，美国农场主有了对手。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大陆是世界上最大高粱的消费国，其中大部分来自美国，供应了将近580万吨。随着中国跟巴西已经签署协议了，巴西的葡萄、芝麻、高粱、鱼产品都已经打开新市场，这种局面可能会发生变化。那么现在中国就有评论说，留给外国车企的时间不多了，打不过中国车企，不如就加入吧。CNBC 引述这分析师的话说，外国车企适应中国电动车市场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了，所以如果无法尽快在中国市场推出具有竞争力的清洁能源汽车，那么外国车企挽救中国市场的份额，唯一希望或许就是加入中国国内的企业合作。那么现在巴西人偏爱中国造10辆进口电动车，9辆来自中国。无惧27%的关税抢进欧洲，比亚迪现在用低价来迎战欧洲车市场。那么燃油车末日将到了吗？丰田、比亚迪现在呢，且进且合，推动了一个混动车的新时代。因为很多的这个电动车可能有碍于能源不足的问题，所以他们现在就推出一个像是能源的混动车，也就是所谓的油电混合车。那么现在就连华为都要抢攻市场了。华为包揽了天界、仙界、军界的商标产品，涵盖电动车、汽车仪表板，甚至是摄影无人机。华为已经申请了200个包括界的商标，什么仙界、军界、天界、旗界、永界、世界、遥界等等的这些商标注册，只被视为一个防御性的策略，用以阻止其他公司或个人利用华为的鸿蒙智行4界相关的商标做一些炒作，或者是获得利益。业内观察指出，华为这样的行为呢，除了保护自身品牌，也为了进军智能汽车市场奠定一个基础。你可以看到，叫鸿蒙智行的尊界也即将要来登场了。华为 Mate 70 Pro Plus， 那么可能是16GB Plus 的512GB， 现在已经有293.4万人预约了。
华为的折叠机现在销量也是蝉联第一，单季销量就有112万只，年增97%，卫冕大陆市场折叠手机市场的销量第一名。在人民币1万以上的高端折叠手机市场中，第3季市占率竟然高达了85%这么多。我们先来请教一下韩彬哥，这欧洲的希望是不是现在要前进电动车恐怕是无望了？对，这 Northvolt 它现在破产，那表示它真的是没有办法再竞争下去。那对欧洲想要有自己独立的电池的供应，可以甩脱对中国大陆的依赖，当然是会有非常深远的影响。那实际上我也一直觉得，就是何必一定都是要有这种思维呢？实际上现在很明显的，因为过去欧洲不专注在电动车这一块，所以你包括这个电池的相关的研究，你本来就是落在中国大陆之后，甚至它还落在日本的后面。所以你认为光靠你这样独立研发就能够赶日超中吗？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切实际的想法。正常的想法应该是怎么样？就是本来就应该是打不过就加入啊，对方的技术比较先进，对不对？那我就跟你合作啊，我把你的技术学过来啊，那甚至我将来再研究出来比你更好的技术啊，这样不是才是比较正确的道路吗？其实全世界的各地的发展不也都差不多都是这样吗？所以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好丢人的。这个就是我既然在这一块技术上面我没有办法领先你，那我就赶快先跟你合作取得这个技术，这个对我的市场也有好处啊。所以我觉得现在中国大陆其实他也不拒绝这件事情啊，他去欧洲设厂，其实如果欧洲愿意跟他合作，他也都愿意跟对方合作。所以我觉得既然中国大陆也开放，甚至包括美国也是一样，之前福特也一直想要跟宁德时代合作啊，那是被拜登政府打了回票。那我觉得新的川普政府上来之后，其实也可以考虑啊，这样子对这些车厂来说，我也可以回避掉关税的问题。那对美国来说，你也可以快速提升你的技术啊。不然的话，目前很显然的，在电池这个领域，你就是输给中国大陆。你产生出来的产品，不管在性价比也好，或者在整个那个蓄电的能量也好，你就是比不过中国大陆。所以我觉得加入他们是正好而已。那中国大陆其实他们为什么竞争这么快，发展这么快？因为他们的市场其实大家如果知道的话，他们内卷的太可怕，他们那个价钱哦，说真的，其他车厂在里头根本去做，你是卖一台赔一台，没办法生存。对，你根本没办法生存。那福斯本来是在中国最早进入中国大陆的外国厂牌，对，然后在那边也设厂扎根好几十年。福斯现在在中国大陆已经快要不行了，因为他的车子卖得很惨，因为他新的技术跟不上啊。那对中国大陆来讲，我们就是要新的技术，而且又要便宜，所以你没有办法去竞争过别人。所以福斯现在也非常头痛，他在中国大陆的市场占有率是萎缩的极度厉害。你看中国大陆也因为他们内卷，然后大家互相激烈竞争。你这几年去看他们每年的车展出来的新的车型，甚至概念车，都是很多是你想象不到，那个进步非常迅速。所以在这么激烈的竞争下，那你现在其他的外国市场要打入就没那么容易。那至于说华为为什么要把所有戒指都包了？其实倒不是说他一下就要创这么多东西，而是因为大陆很多那种专利蟑螂。哦，对，我看你这个东西，你未来可能会要，我就先把它先注册登记起来，到时候你再跟我买。对你就要花大笔钱跟我买，那他不想被这些人赚这些钱啊，所以我当然现在就未雨绸缪，先弄再说啊。那可是呢，华为现在看起来它初步是获得成功了，可是未来是不是能够持续成功呢？像它的3折叠机，我那天看到台湾已经有几个人在用，那看起来是还 OK， 还不错。那像去年Mate 60 Pro。那个时候我也被人家送了一支，当时的大卖，你可以说是因为民族情感的问题，因为就觉得要帮中国人争一口气，所以我就要去买华为的手机。可是现在Mate 70出来，Mate 70预定看起来是还不错，但是未来买的人多不多？我觉得如果持续还是这么畅销，那华为等于是用自己的实力证明了，我不是单纯靠民族感情站起来，而是我真正有实力能够跟其他品牌竞争。好，那我们来请教一下左教授，您怎么看？尽管欧洲已经对于这个大陆的电动车加了很多的关税，但比亚迪好像没在怕，还要用低价来竞争。现在其实欧洲很多国家都期待这个比亚迪去投资。那当然，第一个厂是盖在这个匈牙利，但是其他国家应该很快也会有。
这种策略就是说，一方面它是高关税，二方面它其实也期待中国大陆汽车厂投资之后带来的这个就业机会。那这种现象其实在巴西、在墨西哥也看到，因为比如像说这次习近平去访问这个巴西，那同时间这个比亚迪就宣布收购当地的一家这个福特的工厂。那所以当然对于这个巴西来说，它除了进口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新能源汽车之外，它也期待就是说未来能够在巴西在地生产。同样的，墨西哥也是啊，现在比亚迪也一样在这边这个开始布局哈。当然不只是比亚迪，其实大陆的一些其他的车厂都有做类似的规划啊，就是可以看到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的这个生产真的是它的产品很具有竞争力，所以当然当这个各国开始提高关税的时候呢，那投资变成一个相对来讲可以跳过关税门槛的这个一个策略布局，能够让这些车厂呢能够继续把这个车子卖到当地国家去，所以这是当然第一个。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有看到，其实电动车现在也面临到一个新的挑战。这个挑战是什么呢？就是说，比如像在美国，因为之前拜登是说在2032年以前要让这个电动车要能够全面能够就是说最起码它的这个所谓的碳排放量要维持在要达到现在的65%左右。那你要降这么多，最后就是要靠你这个汽车的排放来控制，所以就变成要全面的换上这个电动车。那当然工人就反弹嘛，所以美国汽车业工人反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在电动车其他的一些安全性能是不是都过关？这不是针对这个大陆，是所有电动车其实都碰到同样的问题。因此，现在其实大陆可能就是大陆的车厂现在可能面临的挑战，已经不是还有哪一个汽车厂，还有哪个电动车可以挑战中国大陆的电动车的问题，而是整个电动车未来的市场是不是要走向自驾车，还是说要某种程度还是跟这个所谓的柴油汽车，就是这个化石燃料的这个汽油的这个汽车来内燃机汽车来作为某种的整合，来去让它的市场接受度更高，这可能是未来大陆所碰到的问题。那怎么样去克服这个挑战？其实投资市场就变成是一种可以互利，然后又可以扩展市场的一个方法。那厉将军，我们想要来问一下，现在大陆不止就电动车压制欧美，就连它的农产品似乎也对欧美构成一个很大的威胁。其实我们讲电动车我是很有感，因为我知道大概就这个当石油危机发生之后，大家都在想办法节能减碳嘛，朝绿色发展。那时候欧洲、中国跟日本3个国家走的方向不一样。日本走的是什么呢？他们找 hybrid，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日本车 Toyota 都是 hybrid 油电混合的。那德国这个欧洲车他们走的是什么系统？他们走的是柴油系统。他认为说，因为德国面积很大嘛，土地很广，所以他用柴油引擎来讲可以跑很远，可以比较省油。那中国来讲，他就发展电动车。那时候大家都觉得瞧不起中国，你怎么发展电动车？这电动车很麻烦，根本发展不起来，对不对？你还要充电时间，或者是说里程焦虑等等来讲的话，但是没想到这个电动车居然在这几个这种大的环境之下，它必然一枝独秀，然后冒出来了。它不管是在电池的蓄电能力，或者电池的品质，或电池的价格方面，它很明显的降低下来。所以我们看到丰田来讲就认输了。丰田来讲认输，从一件事情就看到它还不如为什么没有成功呢？因为他们把他们社长都换掉，他们原来社长叫丰田直男，丰田直男是他们是第3代了，按理说应该传给他第4代，就因为他们这个当初的这 hybrid 这种策略错误，他们交给谁？交给佐藤恒志，那佐田恒志就开始这改弦换策，开始发展电动车，那欧洲也开始急起直追。可是你要知道，当一部电动车大概有3个电。第一个，它要有电池，对不对？动能。第二个要有电控，电控就是电子控制能力。第3个要有电机。那我们不要讲说电子控制跟电机这2方面，在电池是关键中的关键。那这方面来讲，我们不可否认，中国在这方面它不但取得长足的进步，尤其是说以前来讲，可能充一电要7、8个钟头，它这次现在来讲，可能5、6分钟它就可以充饱电了，充电速度更快。第二个来讲的话，它电动桩。它在自己全国普设电动桩，所以我看到上次10月1号国庆旅游的话，很多人开车开到西藏去，来回开个电动车，它沿途它都可以，它可以很快可以充完电可以这个就继续旅程，就没有少掉里程焦虑问题。第3个是它的这种因为大量生产，它等于一条链式的像。
最近不管是 APEC， 不管是 G20， 你都会发现。习近平蛮忙的。习近平呢，现在就看到了他在 APEC 峰会的时候，他跟这个黄循财会见了。那除此之外呢，李显荣虽然已经退下来了，是前总理了，但是他也要继续发挥他的影响力。24号呢，他即将要访华。那他是怎么讲的？他认为中美之间的紧张恐怕再持续20年，短时间之内没办法化解。一直以来，新加坡呢都是要站在中间，他不想要选边站，因为他眼前就看得到的是包括什么？包括了美国又说了要收紧对中国的半导体出口，就会波及到非常多对岸的晶片商。那当然了，台湾这边呢有一些系统商这边也都会受到影响。另一个部分呢是25年来第一次，美国说要全面的更新海底电缆法规。现在做海底电缆这一块，除了美国之外，另一个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谁？其实就是中国了。好，这一些从什么重大啦、全面审查跟国家安全有关，很明确的，其实都是对着中国而来。美国的副国务卿坎贝尔就讲了，美中啦，他看是这样看。不会开战，但注定就是战略的竞争关系。因为呢，习近平他就在讲说，是不是太早就暴露了雄心了呢？他觉得他们一直以来就是想要取代美国，所以呢，他们现在很努力的在让 American Great Again。OK， 不管怎么说，川普遇上了习近平，以前其实好话还蛮多的，因为呢，他一直在强调什么，说他很欣赏他的强人形象啊。习近平呢，其实很少谈及两个人关系，甚至有人说没有提过川普的名字。好，但是呢，川普的讲法就是，哎，我跟他是彼此欣赏，不是我欣赏他，是彼此之间欣赏。但有人说这爱已经变质了啦，因为呢，在他第1任的时候，其实两方一开始还蛮融洽，还蛮热络，对吧？结果后来开始打了贸易战。打了关税战之后，整个就变质了。现在呢，专家讲法是这样，现在中方已经准备好了。以前那个时候还记得吗？大豆船啊，绕来绕去的有没有？好，现在告诉你了，农产品进口的来源我们已经多样化了，甚至呢，我们的地方债务的资本重组，你说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内部的经济，这个呢，他们也一直在努力当中，要应对的其实就是川普上任可能会有的贸易战。讲到了这一步，他做了什么样的准备？这几年呢，其实他在拉美这边下蛮大的苦心的，包括了巴西。好，大陆呢向巴西的高粱开启了大门，而也让美国的农场现在开始有了对手。原因是因为美国农场呢，其实它也会有一些大米啊、玉米啊等等这一些农作物，那大豆等等，现在呢，他们其实通通都要转向巴西这边来做进口。像去年他们就进口了830万吨的高粱，有部分呢是来自于美国，那供应呢，将近的是大概是580万吨左右。那大豆订单说已经取消了，全面由巴西取代美国，成为中国最大这个玉米的出口国。这一些都是在这4年来中方他们所做的准备。所以呢，现在他们甚至还要跟巴西这边来签什么？签猪肉内脏的出口协议，一步一步通通都在做准备。因为呢，现在他们也发现了，跟拉美国家拉近一些也有好处的，原因是填补了川普的孤立主义空缺。毕竟啦，川普现在呢，他就是美国好，旁边的邻居他没有那种大哥要照顾别人的心态，旁边的人看不懂吗？小弟们当然看得懂，而且呢，这一些都算南方国家，大家也都想加入金砖。北京刚好啦，趁这个时候抓住时机，把他们给抓牢一些。甚至在这一次，他是先到了秘鲁参加 APEC， 然后呢去巴西参加 G20 之后呢，他没有直接回中国，他绕到了非洲北非的摩洛哥，来这边要推动的是一带一路的合作。你看看习近平呢，他在抵达摩洛哥的时候，是由王储亲自来向他接机。双方呢，其实这几年来的交往一直以来都是友好的，而现在有更多更实质的项目正在进行当中。好，包括了一带一路的框架，还有啦，因为摩洛哥其实跟欧盟这边是签有自贸协定的，欧盟前一阵子不是才刚给他们加了这些关税吗？换句话说，这是另一个进入欧洲市场的门户了。那另一个部分呢，则是摩洛哥需要高铁嘛，所以现在呢，他也希望大陆这边能不能来帮忙盖一个高铁。另一个部分呢，则是
一样在非洲这里，埃及。好，埃及呢同样是在北非。以前呢，这个很多美方啊不愿意，西方不愿意卖战机给他，后来呢，他去买了法国的标风战机，但现在要配飞弹怎么办？好。以色列的报告说，中国要给他卖飞弹了。这个飞弹呢，据说可以配到标风战机上头，而且呢，射程超过290公里。好，目前呢还不知道说这样子搭是可以不可以，或者是合或不合。但不管怎么说，大家在寻求的是什么？在寻求的是，当一个不稳定的因子丢到了国际的场域当中，大家要寻求的是买保险啊，怎么样能够比较稳当？要的其实就是一个平稳。请教一下帅将军，怎么样来看？新加坡我觉得就蛮明确的哦，在任的、前任的，大家一起来做。新加坡是在全世界所有国家里面对中国是最比较了解的国家。当年这个新加坡李光耀，包含李显龙，台湾、中国大陆经常跑，而且他们有华裔，这个语文上没问题，历史、地理、文化都知道。包含黄循财跟他现在的几个大使，在外面讲的东西，在国际上是非常支持中国大陆的。第二个，那个 Kirk Campbell，1996年我跟他见面的时候，他就是中国科科长。在美国我接触过他们很多智库，他算是比较了解，所以他讲中美不会发生大战。我在很早前节目上讲，中国跟美国真的是经济霸权，因为这两个大核子大国不可能隔着太平洋、大西洋来打一场仗，就是经济作战。经济作战里面最重要是地盘作战，哪个地盘是我的？你看习近平现在不是忙得个要死吗？对，干嘛？南美洲也会跑，非洲要跑，欧洲要跑，他跑来跑去干什么呢？那就是“一带一路”的延伸嘛。南美洲前海港开了，对不对？然后农产品也拿到了，中东，对不对？铁路、油气管也盖了，中南半岛它早就在手上了，除了一个菲律宾以外，其他都没有了。那埃及呢？对不对？所以全世界美国现在你是更好，你川普要搞孤立主义，将来你那一块就剩下加拿大、墨西哥，其他还有北美那个中美洲，中美洲是一个毒品国家，跟他无利可图。南美洲现在跟中国打得火热，你看他这几个摆席次就看出来了 ，C 位永远是习近平，拜登不知道摆到哪里去了。所以这个问题啊，国际是很现实的，你不要跟我谈什么道义了，什么联盟，有利可图就是最重要。现在欧盟原来号称不是北约把它管得紧紧的吗？现在一个缝一个缝的敲开了。法国你白兰地要不要买？白兰地是牵涉到多少？西班牙的猪肉，德国的汽车，这些都要搞嘛。那比亚迪的设厂也是救你的汽车工业嘛。所以问题就是说，美国手上只有两样东西，一个金融作战啊，SWIFT 就控制很多银行；第二个就是科技，高科技。但是你科技有了变成商品化，中间还有一个制造业，这个制造业不在美国手上。所以我们现在我看川普的手法，他只有4个字：开源节流。美国再伟大，第一个没钱叫什么伟大？那钱从哪来？大家交保护费，我把废品卖出去，精品卖出去。我讲他废品一点都不差。前一阵子给菲律宾的那个海马士，试射都不成功，就是给那个伦彻斯基的那个5个战术飞弹，5发里面4发被拦截，1发还是坠落。我们已经深受其害啊！我讲他卖垃圾货是有名的，我在美国公开讲他卖垃圾货，你看。证明了吧？菲律宾的海马士没有1发能打的，乌克兰的陆军标准飞弹通通被拦。所以这个问题啊，你除了军事上的一点点霸权啊，那开源怎么办？除了收保护费，他就裁员啊，节流就什么裁员呢？为什么搞马克思去搞那个东西呢？你看哈，美国国防预算不裁才怪了。航空母舰上所有的 F-18黄蜂通通要淘汰了。已经又摔飞机了，他本来就要退伍的，航母里面也有要退伍的，要做新的。2代机、6代机是把 F-22减掉它的昂贵的设备，降等变成6代机，
所以你可以看川普没有心思去替全世界做警察了，他已经收了保护费，而且还不愿意替你出兵了。所以你可以看得到，他一定要从这个开源里面拿到的钱，节流也省下的钱，让他4年，他把所有的事情都做了，因为他要的是留名，他钱已经有了嘛，就是你们不敢做的我都做，好坏你们后人去评，对不对？你们相信现在那个实体政府啊是很糟糕的，军工复合体赚了很多的钱，他也看不惯了，所以我觉得世界的变局啊，从现在开始会有很大的变化。你越逼，中国的南方世界已经变成他的那一块，金砖就变成他攻城略地的主要的工具啊。投资在我手上，技术在我手上，高铁在我手上，电动汽车在我手上。他每个缝都可以往里面钻。是，请教刘老师怎么看？对，因为我同意刚刚帅将军讲的啊，基本上他是用中国大陆常讲话就是圈粉嘛，就是你说现在是习近平在中美洲、南美洲，他其实就是圈粉嘛。那么西方也讲得非常清楚啊，就是你可以看到他在这是在秘鲁啦，在巴西啦，他是大家都没得聊，就是场外你跟我签，你跟他签，好多双方都在签，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大家都还是要推动自由贸易，我们要一个自由贸易两两双边的，慢慢构建一个两两双边的自由贸易的网络。美国参也好，美国不参也好，你不参你就在旁边待着，我们就在这边要做我们的网络。那中国大陆呢，它所凭借的就是我们讲说是一带一路啊，但是这里面有几个东西哈。第一个，一带一路呢，你可以看到，你说是秘鲁的这个前开港，那么中国帮你建了港，然后习近平就说啊，前开港正式的开始启用啊，那么这当然是相当不错，但是更重要的是，中国大陆的这个一带一路呢，慢慢逐渐在演化。对，在演化，它面的不是以前的铁公鸡啊或者什么这样硬件，它慢慢在讲到永续，它讲到绿能。你看，所以像这样巴西啊，巴西的国外投资啊，美国还是排在中国前面了。可是问题是中国投资的项目是鲁拉要的。对吧？他要鲁拉要的，他包括他的后勤啊，包括他的物流啊，包括他的这个基础建设啊，或者是这个他要的绿能。所以中国大陆它逐渐在变化啊，这是往好的方面讲。我坏的方面讲的有一个缺点，就是“一带一路”在很多地方呢，慢慢会走到深水区。深水区就是你以前说我闪开当地的政治，可是你现在可能闪不开啊。巴基斯坦中巴经济走廊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嘛。为什么中国工程师在巴基斯坦老是被杀呢？啊，因为你俾路支解放军啊，因为巴基斯坦塔利班啊，只要你中国你不能一个项目成功，你就等于帮了巴基斯坦政府。巴基斯坦政府如果做得好，那我们这要独立的要分离的，我们不是没有机会了吗？所以只要你帮了巴基斯坦政府，那我就打你。所以中国大陆现在跟巴基斯坦就在谈呢，那我们是合组保安公司啊，我们怎么样的保安呢？安全问题怎么样？所以你慢慢的会走到一些深水区，所以它有它成功的地方，它有触碰它障碍的地方。所以全世界布局，那你想南方国家还有国家雄心壮志啊，谁呢？印度啊，莫迪也想做。你想莫迪到巴西之前，他先到奈及利亚去了一趟啊，拉了奈及利亚，要说我这是非洲最大的民主国家，和我印度是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我们两个当然应该结盟啊。有个人，所以中国有中国梦。莫迪有莫迪的印度梦，所以大家都想在美国以外去布他的局，大家都想圈粉，中间有时候会撞到的。是，请教一下董哥。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李显龙30年前他到中国大陆的苏州，看中了一个地方，跟中国大陆合作，这个地方叫金鸡湖我去过很多次那这边那时候做我们的3C电子业非常成功。那李显龙现在为什么要去30年？他说他想去看他的孩子那大概3个礼拜前，李显龙在一场演讲他说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还没有见顶，那如果你们现在看衰中国的话，是极不明智他说中国人有决心继续向前迈进。西方国家认为说我们只要能够做一些什么就可以打倒中国，他说这个想法是错误的。那当然李显龙这一趟。他当然在亚洲的领袖，他的看法都是非常的杰出而且跟他的爸爸一样，都让很多人觉得说他们有一些西方国家所观察不到的角度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譬如说美国的彭博
彭博新闻是一个很大，他说现在中国大陆有几项其实是世界第一名顶尖的。那无人机不用讲，太阳能板也一样，石墨烯，石墨烯中国大陆也是世界最顶尖。那高铁大家可以看到，中国大陆的高铁它可不是没有高配的，它是全世界最强的。然后锂电池加电动车，大家可以看到嘛，欧盟这些国家为什么要抵制电动车，要抵制中国大陆电动车？欧盟提出一个条件，除非你把你们那些秘方告诉我，要不要脸啊？要不要脸？打输你，要求你提供秘方，要不然你不能来我们这边卖，我们要给你提高关税。那中国大陆要不要跟可口可乐提高关税？要求可口可乐提供它的配方？你已经看到这些西方国家那种不要脸，然后嘴脸都出来了。中国大陆现在未必会把你整个欧盟的市场认为说是特别了不起，因为它有另辟蹊径嘛。就像刚刚老师所讲的千混，南美洲这些国家的态度完全不一样了嘛。那他也不止一带一路了，大家看阿根廷那总统本来是很反中反社会主义天天骂他现在讲什么？中国大陆给我们很多帮助他们只有一个要求，他们希望我们不要打扰他。他一直要去扒着。那巴西不用讲了那秘鲁最近跟习近平的前海港，大家可以看到，这整个南方共同市场的很多产品就会不断的进入中国大陆，它就不需要美国跟加拿大那些农产品嘛，这是一个很简单，因为过去川普打中美贸易战的时候，2018年那时候中国大陆没有防备，吃了不少亏啊。他们现在有备，他知道说只要川普上任，我们会有一套做法嘛。那这套做法对他来讲，他已经定了一个比如说外国制裁法，他已经通过法律了。然后他也把一些那个企业把它列为不可靠清单这都列在里面。他这一次有一些防备，当然他还是会受创，全世界每个国家都会受创，但是他不会像上次那种惊慌失措，他已经转移了非常多的市场。你抵制我，你要给我课高关税没关系，我东西少卖你那里，我尽量去进其他国家的，让你的国家的那些农产品或什么你们销不出去，大家一样啊。你要两败俱伤，我也有办法。但是我觉得中国大陆他已经找好他的市场，这一点你要看他的经济没有见顶，做一些动作就要把他打败。李显龙显然也不这样想。其实现在世界当中在改变，一切都是因为他了。川普，来看看 Trump。他是真的还蛮有趣的为什么？因为你看他这个用人哲学现在来看到很多人都在猜他跟马斯克两个人到底什么时候会闹翻。马斯克不用讲了，这一次从选前到选后一路上面，光他那个胜选感言叫几次，对不对？好，所以他现在就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时代》杂志有说，他如果之后，因为他现在也要成立那个委员会嘛，对不对？那他代办清单到底是什么？结果后来呢，马斯克本人回应，可是里面包括了削减2兆美元，飞往火星都没有被他勾选哦。他的意思是说，他现在想要做的是什么？他想要用他生命就最后这一个人生的下半场，他想要努力让最大化的意识存续可能跨越星球他就讲了，有一些项目确实跟这些是有关系的。现在他已经讲了，他要砍开源节流这个部分，马斯克来负责，要砍17兆的政府开支，这里面 NASA 可能就会因此遭殃了，因为预算请求呢，关键因素是人类登月器，但问题是 SpaceX 他们现在不是要跟这个政府之间来做合作吗？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会不会有很多的经费，其实呢就会影响到 NASA 他们自己内部本来的 R&D 的需求？另一个部分呢，则是他因为跟川普越来越 close， 所以他自己的身价呢也已经飙到了3478亿美元，变成了全球首富。好，到底跟一位新创家
或者是跟一位有科技产业的老板走了这样的近，甚至呢邀请他进到自己的这个小内阁里面来，合不合理？梅克尔现在提出了一个警讯他说这个会有巨大的疑虑，原因是因为你要平衡人民跟权势人物之间的冲突，那又是一个大老板，你怎么样能够来确定说这个企业啊，或者是财力啦，或是科技手段不会影响到所有人的利益呢？不会有所谓的如何做到利益回避等等的问题，这一些呢其实是应该要想的，但我觉得川普可能没有想那么多啦，毕竟他是川普嘛。川普现在呢要当总统了，所以本来的那一些司法案件，本来说下个星期要判决那个燕兴风口案，现在无限期了啦，不宣判了啦。另一个部分还有什么？进去的人，忠诚这2个字最重要了，来包括了现在考虑要任命重组 FBI 领导层，那。刚刚呢，没选上的这个前 FBI 的特工，也是他的好朋友罗杰斯，很可能就会去当局长。另一个呢，也是对他也蛮忠诚的一个追随者，也是要担任副局长。大家就讲啦。这里面呢，其实是不是就是某些层面上面，他在内部的部分，他要先安顿好，然后呢，在人事的部分，他们有讲啦，说有可能呢会威胁到一些党内的参议员啊等等的话，他们如果有人要阻碍人事，就马斯克会赞助他的另一部分的初选对手，也就是说，萝卜棒子他是一起给的。这个点我觉得就很商场了，是不是？另一个部分呢，你也看到了，我们刚讲到忠诚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之外，还有另一个是什么？跟他聊得来的，看得顺眼的，好，包括什么？我也没想过 NFL， 也就是所谓的足球联盟的球星，现在要当的是住房还有城市发展的部长。另一个摔跤女皇啊，就是呢，她其实之前是世界摔跤娱乐的前 CEO， 现在呢是要去当教育部长。我也不太懂。那再来看到的是，很多人都跟我们讲说，像我们这种做政论的啦，或者是新闻从业人员啊，现在去美国可能比较有发展，因为第2位了哈，福斯的新闻人士现在要去当公卫局长，然后长得漂亮的现在也可能比较有官位，好，原因是因为他要任命这一位叫凯利洛夫勒前参议员要去当农业部的部长，然后呢，前佛州的检察长呢，则是要去当司法部长。大家就在讲，到底为什么会任命这一些人都很年轻，看起来呢学历也都漂亮，但是里面的理由到底是什么？不过有一件事情是让华尔街觉得总算看到川普的一些专业了。川普说他很懂商业嘛，现在呢这个避险基金的经理人班森特获提名成为财政部长。本来这个位置是谁？本来这个位置呢是卢特尼克。好，那个时候呢，很多人对他是一个券商啦，其实还蛮疑虑的，因为不知道说呢，他跟中方有这么多的一些交流，那不知道他来当了这个财政部长或是相关的这一些业务的时候，会不会有所影响？现在罕见的被川普给打枪，这是马斯克的提议。华盛顿邮报就直接讲啦，说现在他们华尔街总算认为说，川普有把这个有民粹主义贸易的直觉，所以呢，还是比较听得到金融市场的声音。但不管怎么说啦，华尔街这边他们认为新来的这个人呢，是一个财政鹰派，未来会怎么样在市场上面有所管制，或者是有所对应，这个是他们在期待，以及他们也有些担忧的。想要请教一下帅将军，你怎么样来看？好，马斯克呢，现在他说了，想做电动车啊，想要发射火箭，但是呢，本来说他要去当那个委员会，削减开支2兆美元，却没有在他的勾选项目当中。各位想一想啊，我们看了世界上很多政客，选前开出来的支票能够达成1成就很不错了，达到1%呢，可以交代的，就是我做了啊。所以你看川普漫天开价，我告诉你，他这3大项，移民，这个跟这个所谓的这个裁员，跟这个金融，他都做不到他自己设定的目标。俄乌战争都是一样，就是说他往这边做，但是看他用人看出一个脉络没有，好像只有经济这一项用对了，有点专业，其他都不是专业。大家想想为什么？你想想回忆一下他主持那个媒体节目 ，You fire 多快啊！因为做不好就换嘛，我要你忠诚，就是说你听我话，
我开出来这些支票，哪怕是不合理，你也给我贯彻执行。我跟你讲哈，你看他用的国防部长是一个上位的一个人去用，完全违反传统的做法。为什么？他对前面几任国防部长是恨透了啊。你记得不记得前面有一个现在的米利，前面一个那个叫什么名字艾斯培吗？艾斯培后面还有一个，3个都是反对他的，一个不帮他站台，一个不帮他跟跟中国的那个打交道。米利还直接通电话给人家讲，哎，我们的国会乱了，你不要打仗。所以他对国防部，你能用一个他们圈子里的人吗？我们搞过改革，如果你是圈子里面人来改革，下不了手啊。他跟我又是以前兄弟，他又是我长官，我怎么裁啊？搞这个人是没有负担的，因为什么？川普已经不想当世界警察了嘛，这个看出来了没有？他所以国防砍预算有什么关系？换你的人有什么关系？贯彻我的政策就可以了。所以其他你看看多少奇奇怪怪的人没关系，你只要按我的命令去做，我按我的竞选的这个支票去做，做不做得成？做不成 fire 你，做得成继续做。所以你把整个脉络看过来，他连那个联准会他都是想把你干掉，哎，真是叫大破哎，那问题大立不得起来，不知道，我也不敢预测，他能够做1%就不错了，反正他已经只有4年，他的目标就是留万世民，老子开了这条路，我是走大破大立去做，反正你们都不满意现在的政府，我把它破了，就这样。好，我们来也期待一下，川普他到底还会做出什么事情？先进广告。好，我们讲到了川普回来，他的用人哲学让大家觉得，真的是有点奇特。请教一下刘老师。对，我常常啊，作为一个政治学者，我们看研究领导。那研究领导，我们看到川普的，基本上我是看几个点了啊。第一个点就是这个总统的权力，什么样，它的限制极限在哪里？就它的 limit 在哪里啊？你想用什么就用什么吗？川普是不是碰到什么东西会转弯？啊，我们晓得他这个你可以看到他用这个司法部长的盖茨，后来不是就换人了吗？对不对？换成那个美女嘛？为什么呢？因为他晓得国会里面通不过嘛，所以川普也会算。那我现在有这么多的支持度，我这么多的政治资本，我是不是要用这么多的政治资本去推一个这么样的弱的一个候选人？啊，他这样做是什么？所以我们就看到，那他哪一个会撞墙，哪个不会撞墙？就是说，总统的权力，事实上有外国学者专门的研究总统啊、首相啊，你的权力的 limit， 你的限制到在哪里啊？然后第二个呢，其实我们也很想要看是，我们讲领导，有领导的和被领导的，对不对？领导的和被领导的，那就是看马斯克嘛。马斯克是不是被领导的呢？马斯克可能觉得他是世界首富啊，他认为他是共同总统，不是吗？哈，共同总统，所以在这里面到底会，这每个人都在看。现在你要晓得一件事情啊，马斯克带进来什么？马斯克带进来很多的科技界的大佬，因为他科技界嘛，而科技界大佬说，来，我跟着马斯克一起干哈。马斯克不是说他那个 Doge 这个效率部啊，他说那个我又怎么样人有高 EQ 的、高 IQ 的，但是我没有钱。你以为没有人吗？很多人啊！加州那些大佬说：“好，这一辈子就这么一次机会可以改革政府，我们袖子全来跟你一起干哈！”好，这些人进来，可是马斯克进来会不会撞墙？也撞到墙，有的位置他还是撞不了，所以他跟川普的位置能维持多久？这是我们看的另外一个重点。